那天周末，我爸妈准备带我去逛电动车店，但当我走进店内，却不断地拉着他们要离开，卯足劲了要拖走他们。爸妈以为我要先买零食，就带我先去买零食。结果过没多久，电动车店铺发生了短路，着火了。他们愣住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并不是我爸妈亲生的，那年剩下的记忆模模糊糊，我也记不太清。我也逐渐模糊了我亲生父母的模样，只记得他们不要我了。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的路，才走到这户人家门口。我正晃晃悠悠的，耳边传来一声温柔的问候：“小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？”我转过身，只见女人一脸微笑道：“你是不是跟家里人走丢了？阿姨带你去找爸爸妈妈。”女人想要牵起我的手，但是我却摇摇头：“爸爸妈妈不要我了。”女人一惊，随后将我抱起，走了好些路，来到警察局。“同志，这小女孩走丢了，在我们家门口，您看看这边怎么处理？”警察叔叔看了我，上前问了我几个问题，我都默不作声。等到他们好一顿巡查，才知道我是从下午就被人丢在公园，然后自己寻找母亲的时候，走到了女人家门口。谢谢啊，这孩子还太小，幸好能够找到。小朋友，我们找到你的妈妈了。女人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而我却笑不出来。毕竟我是那个被遗弃的孩子，就算找到他们又怎么样？过了会儿，我看见我妈站在警局门口，恶狠狠地瞪我，生怕我一吭声就会坏了她的好事。“你好，你是孩子的母亲吧？这孩子走到了我家门口，真是晦气。”我妈说完，直接从窗口签字，然后一把将我拉扯离开。她之所以这般，是因为觉得我是个扫把星。她生了我跟妹妹之后，一直想要一个弟弟，奈何我的身体一直不好，时不时就得去看病。逐渐的，她对我越来越没有耐心，甚至动不动就对我打骂。相反，妹妹不管做什么，她都能够欣然接受，因为妹妹总有逗人开心的法子，而我只能坐在一旁，像个木头一样。我爸在外面做生意，稍有一点不如意，就回来对我骂骂咧咧。他们甚至去找了算命的，算命的说，想要一个儿子，就得抛弃一个女儿，无一例外，我就是那个被抛弃的。他拉扯我走了一段路，直接甩开我的手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你这个扫把星，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不是让你有多远，给我滚多远吗？我妈的叫骂让我不由自主往里缩了缩，下一秒，她直接戳着我的头：“你是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了吗？你难道听不懂吗？我们不要你了，你给我自己滚蛋，自生自灭！”我一个站不稳，被她戳到坐在地上，疼痛让我忍不住眼泪，却又不敢大声哭泣，泛红的眼眶却让她变本加厉：“你还好意思哭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哭？哭什么？扫把星，当初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垃圾，一事无成，还给家里带来灾难，现在不要你了，你还要死皮赖脸？哎，你怎么能这么骂孩子呢？”我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是那个阿姨，她连忙将我抱起，擦干我的眼泪，轻轻安抚着我：“我怎么骂孩子跟你没关系，如果不是你多管闲事，我需要带着这个拖油瓶。”扫把星吗？她的话瞬间让女人明白了，原来是故意不要这孩子。你这当妈的真是心狠，你不要，我要。说完，她就抱我离开，成为了我的养母。我跟她回到家里，看见家里还有个哥哥。没过多久，我的养父也回来了。养母将今天的事情都告诉给养父。养父看了我一眼，拉着我的手，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
他拿出一颗糖放在我的手心里，随后让哥哥将我带回房间。等到吃晚餐的时候，养父给我夹了菜，笑着道：“来，吃菜。这几天爸爸就带你上户口。”我看了眼身旁的女人，只见她愣了一下：“你不愿意吗？”我连忙摇头：“没有，我愿意。”就这样，我融入了新的家庭，成为了他们的一份子。上户口的时候，养父看了眼我的名字，无奈地摇摇头：“周才，想钱想疯了吧？”后来，养父直接给我改了名字，叫林青。林家世代几乎都是男丁。对于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娃娃，大家都对我疼爱有加。渐渐的，我走出了那段模糊的阴影，开启了新的生活。我哥林凡也恨不得将所有的好东西跟我一起分享，每天都讲睡前故事给我听。我从那会才知道，饭菜热的时候是什么味道，冬天有暖烘烘的热水洗澡是什么感觉，新衣服穿在身上是什么感受，还有睡觉的时候被子是软的，以及被人轻声温柔的对待是什么样的。就算在林家，日子清贫，但还是其乐融融。这是我在亲生父母那里怎么也感受不到，除非我躲在房间才能够听见的，属于他们的欢声笑语。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拥有，可是这个家让我重获新生。我以为我的日子能够过得顺风顺水，可不曾想，某天我们回乡下，刚上大巴车，就在车座上看见这辈子最不待见我的两个人，那就是我的亲生父母周琦跟葛丽。当我们四目相对的时候，葛丽一脸嫌弃道：“真是晦气，这里也能碰见，这扫把星跟我们一车。”我爸妈将我抱在怀里，坐在另外一边，生怕我哪里磕着碰着。瞧瞧瞧瞧，就一扫把星也能稀罕。我看向窗户外面，当作没有听见周琦夫妇的对话。毕竟在他们眼中，我就是那个拖累家里人的扫把星。带走扫把星，生活也变得豁然开朗。没想到喜事就找上我家了。我妈正准备回怼的时候，我爸摁住她，接了茬：“这一路都不能安生，没必要跟这种嘴碎的对上话。”我爸从来都是那种少说话多做事的人，嘴这么碎也不怕被呛死。我哥直接翻了白眼对了回去：“小兔崽子，这么没教养！”葛丽下意识怒火中烧，嚷嚷到一车的人都纷纷朝他看去。我哥没搭理他：“嘿，跟你说话呢，怂了呀！”周琦推了我哥一把，我爸这才转过身：“你干嘛动我儿子？我儿子怎么你了？他刚刚咒我们，大家耳朵听着呢。我说嘴碎的人，我说你们了吗？我指名道姓了吗？”我哥冷漠的回应，让周琦跟葛丽忽然哑口无言。再动手，我就跟你们不客气。我爸说完，夫妻两个安静了好一会儿。车子开到服务站的时候，大家纷纷下车。我看见周琦像是在伺候太后那样扶着葛丽，看着葛丽摸着自己的肚子，这是怀孕了。等到我爸准备带我下车的时候，我突然之间不想下车了。亲，我们下车方便一下，然后买点东西吃。我一个劲摇头，怎么都不肯下车。亲，你是不是不想看见他们？我妈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，但其实并不是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就不想下车。最终车子也没停留多久，我们一家子就在等待大家上车。司机数完，人头都到齐了，准备发动。哎，等等，我们还没上车呢，车座都满了，怎么可能？大家纷纷看了眼，可谁都没有开口说什么，像是大家都明白，就算刚刚那对夫妻在车上，也得装作没有，毕竟前面有人在查，车子不能超载。哎，你们怎么回事呢？我听到司机叔叔关门的声音，周琦的声音越发小，最后看见周琦要跟着车子跑，
可是2条腿的速度怎么比得上车轮子的速度呢？我爸妈顿时恍然大悟，毕竟我们跟周琦他们是刚刚最后上车的，如果刚刚全都下车，我们占不到位置，那么现在在车上的就不是我们一家4口。没想到青儿让我们能够顺顺利利的回去了。就是，谁说我们家青儿是扫把星，简直就是福星。当我们回到乡下，看见外公外婆，我爸妈一个劲在说路上的事情，外公外婆更是将我捧在手心里。我们青儿本来就是个有福气的小女孩，最近这些查得那么严，得亏你们没有被落下，好像那2人的行李最后也被当成垃圾处理掉了。我妈的话让我不由得想到，他们确实提了2个箱子，但是最终我们下车后，看见司机将那2个箱子丢了，还说有喜事，真是喜从天降。我听着我爸妈的话，半懂半不懂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那个举动竟然会带来这样的结果。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才让我感觉我跟寻常人不一样。那件事情过后，我爸妈在我放学后，不管我要去哪里，都带着我，并且我爸辞掉了厂里的工作，自己做点小本生意，也逐渐顺风顺水。我妈常说，我就是家里的小福星，不管是什么都能够顺顺利利。很快，哥哥初中毕业，也考到了市里一中，那是最好的高中。哥哥拿到通知书的时候，连忙把我抱起身，转悠了好几个圈。后来家里生意做得小有成就，换了新房子，就在新建起来的小区里。可没想到，一个市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我们竟然跟周琦还有葛丽在小区里撞见了。从那次下乡后，有好几年没有看见他们，没想到竟然在新小区见到了。档次这么低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住这里。葛丽说完瞥了我一眼，依旧恨不得将我活剥了，把自己抬得那么高，还不是跟阿猫阿狗住在一个小区。我妈对完，直接拉着我就离开。看见他们跟我们走的反方向，我妈不禁冷哼一声，学人家住小区，却住在后面靠大马路的那几栋，都不知道拽什么拽。我们那年坐车的时候，不是看见她怀孕了吗？怎么不见她带孩子？我爸的话也让我妈跟着好奇。结果这事过没多久，也传到我们家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昨晚后面7栋警察都上门了，他们家3天2头闹得凶得很。我好像还听说男的把小三带回家呢。他们本来就一个女儿，听说女儿还没有养在自己身边，幸好没有养在自己身边，就这样3天2头大吵大闹还得了。好像还是因为女的不能生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前几年怀上了，但是最后发生了意外，那个孩子也没了。造孽啊！我那天放学回来，正听着我妈跟邻居在八卦，周琦跟葛丽2个人搬到小区后没多久，3天2头就闹出各种争吵声，好几次都得让警察上门做协调。我也从来没看见过我妹妹出现。我跟哥哥放学，就算在小区遇见葛丽，也会直接屏蔽。这天下午，我跟哥哥回到家后，闻到牛肉香，看见爸妈在张罗一桌子好菜。爸妈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，爸爸有好事要跟你们分享。瞧你乐呵的。我妈在厨房炒菜，虽然嘴上那样说我爸，实际上脸上也挂着开心的表情。我们一桌子其乐融融碰了杯，我爸宣布他拿到市里做电动车的代理，那就祝爸爸一帆风顺。我那时候虽然还不懂，但是听到爸爸的话，我也跟着说道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爸爸代理的那户人家很牛逼，现在整个市里只有他们一家做电动车，是个先下手的好时机。这一切还得谢谢青儿。
如果不是青儿那天去店里玩，然后拾金不昧，人家老板怎么会乐意跟我们扯上关系呢？我忽然想到，那天我放学后去店里等哥哥，后来有个叔叔的皮夹子掉了，叔叔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在后面大喊，追了一小节才追到叔叔。我爸还以为我怎么了，连忙跟在我身后。叔叔拿出名片递给我父亲，我才知道有这么一段渊源。爸爸拿下电动车的代理这件事，在我们市里也都传开了，所有人都想要有个好价钱提车，便跟爸爸搞好关系。后来爸爸建立了自己的小公司，也开了几家电动车店铺。随着生意做大，电动车行业也逐渐被人复刻，有钱人都看重新能源的发展，纷纷投资，做出各种各样的品牌。某天放学，我去公司找爸妈，看见所有人都默不作声。我安安静静地在办公室写作业，听到我爸时不时传来叹气的声音。这都是什么事？现在这样也只能搏一搏，最后一次，是生是死，大家也都一起陪着你。我听见爸妈的交谈，心里逐渐有数，知道现在复刻的人越来越多。这个行业每个人想要分一杯羹，可是盆只有这么大，如果不与时俱进的更新，只有被替代。爸妈走的时候将我带上了，一路上妈妈一直牵紧我的手，不停地颤抖，害怕发生什么事情。车子抵达目的地的时候，我爸看了我一眼，不然你们在楼下等我吧，一起上去吧，反正都来了。我被我妈拉着走进一栋大楼，当走出电梯后，我们走进一家公司，被带到一间会议室。林总，你们先请坐，我这就找我们周董过来。我心里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等会不管怎么样，让他们说，你就不要吭声了，那他们在我们店里搞这种事情。我爸连忙安抚住我妈，像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。我们等了好一会，对方迟迟不出现。妈，我们等。哟，这什么风把林总吹来了？会议室的门被打开，来的不是别人，就是周琦跟葛丽。我爸连忙站起身，笑脸相迎。周董，周夫人，我早就说了，我接手新能源，那你肯定干不过我。现在还不是得灰溜溜的来找我拿最新的代理是吗？我爸连忙点头，笑着道：“周董说的是，现在新能源与时俱进，我们应该多多向您学习。”真恶心！我妈在一旁小声低喃。我结合刚刚他们说的话，还有我妈这声，突然想到前几天爸爸旗下的店铺也出了事，当时家里还为了这件事犯愁了好几天。原来就是这对夫妻搞的鬼。不是什么人都有这个本事可以做生意，这个东西有时候也得看看运气，不是吗？葛丽说完看向我，随后嘲笑道：“有的人还被当成宝，难不成还不知道自己进了别人家门，给别人带来多大的灾害？”我妈连忙捂住我的耳朵：“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生意，你不要牵连到孩子。明摆着的事实你还不让我说了。”我爸连忙摁住我妈，朝他们继续笑道：“周夫人说的是，我在这方面还是没有你们懂得多。您看能不能把这次的代理费降低一下，然后我跟你签2年，你看可以不？2年啊！可是刚刚有人打电话给我说，跟我们签5年呢。”周琦跟葛丽使了使眼色，葛丽连忙附和道：“可不就是，我们给出的那可是官方价格，没想到你们还这么没有诚意。”我拉住我妈的手，起身走到我爸身边，一脸鄙夷地看着周琦跟葛丽：“爸，要找可以合作的人那比比皆是，不用找这种人，就算他们手里有多厉害的东西，迟早折在他们手里。我们不做这个冤大头。”哟哟哟，真硬气！就冲你这句话，我们还不跟你们合作了，你们等着倒闭吧！
周琦的话让我下意识愣住了。夫妻两个一前一后的离开，我爸想要再上前说什么，可也于事无补。我们三个人灰头土脸地走出来，一路上我都不敢说话。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，我也不知道爸爸的经营会面临倒闭。回家后，我爸回到房间不吭声，我妈去做厨房做饭，哥哥现在要周末才回来。我一个人回到房间，心里忐忑不安。我这次是不是闯祸了？他们会不会把我送走？我在房间思索好久，最终还是决定走到主卧跟爸爸道歉。我敲了敲门，走进房间，爸爸看见我熄灭手里的烟，青儿，怎么了？爸爸瞬间像是苍老了许多。爸，对不起，我话到嘴边却不知道怎么说，但是提起那2个字，无疑就是让爸爸再次伤心。没事，其实我一开始进去也知道没有多少谈成的可能性。我爸摸了摸我的后脑勺，还是跟之前一样宠溺地望着我。如果没有他跟妈妈还有哥哥，我从来就不知道一个家能有多么温暖。青儿，你也逐渐长大了，很多事情我们没说，是不想影响你的学习。他们见我们做得好，使用了一些肮脏的手段，争取到新的代理，拿到了最新的技术，是爸爸没用，没能参透其中的原理。我连忙摇头，爸爸不是没用的人，你放心，他们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。逞一时之快的人，从来都不会有长久的结果。爸爸忽然笑了，我知道他以为我是在安慰他，但其实并不是。后来公司关门，我们做起了小卖部的生意。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从来都没有怪罪我那天说的话，反而是现在在小区碰见葛丽，他总会用我那天在办公室的语气嘲讽我们。直到有一天，哥哥沉不住气了。那天葛丽从车上下来，看见我跟哥哥回家，嘲讽道：扫把星还有脸住在小区，真恶心，赚那么多钱住这里，你不嫌丢脸？啊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你们早就丢脸丢到姥姥家了。我没想到哥哥突如其来的反击，让死去的记忆攻击了邻里邻居。平常都是葛丽大声吆喝，各种说闲话，现在变成大家伙在讨论周琦找小三。葛丽不会生，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从你嘴里就没有一句好话。葛丽说完想要对哥哥动手，可是1.8米大个子的哥哥怎么可能让他动手？哥哥一把紧紧地抓住葛丽的手臂，啊，痛痛痛！你给我松手！哥哥随后将他甩开，葛丽一个踉跄没站稳，直接倒在地上。天哪，这都是什么孩子，还把人家推在地上？你自己坐在地上，关我哥什么事？我哥拉扯住我，不让我出头，生怕葛丽把气撒在我身上。你可以坐久一点，你也丢脸这么多次了，不差这一次。你到处说我们家闲话，我没把你丢在垃圾桶里，那都是我仁慈了。我哥说完直接将我拉走。葛丽突然冲到我们面前，不依不挠道：你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你就别想离开，大伙都看着呢。就是你把我推在地上，可是你现在不也能跑能跳？怎么还想欺负一个孩子啊？我哥将我护在身后，无所畏惧跟他争斗。哎呀，算了，跟2个孩子有什么好计较的？一旁的婆婆护着我们，本来在活动场所闲逛的老爷爷跟老太太也都纷纷发了声。事情远远超出葛丽的想象，毕竟她的名声臭到众人皆知，反而是我爸妈，就算公司破产，大家也都一脸和谐，因为我爸妈平常就把邻里关系处理得非常好。现在除了新搬进来的人不认识我爸妈，其他住上好几年的几乎都认识。你一个大人跟孩子计较什么？就是，又不是把你弄残废了。葛丽气急败坏地指了指我们俩，
你们给我等着！”哥哥朝大家伙说了声谢谢，便拉着我回去。等到了晚上，我们准备开饭的时候，门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，把我吓到了。我去开门：“你们吃饭。”哥哥说完起身上前开门：“你个小兔崽子，你今天把我老婆推倒了，你知不知道我忍你很久了？”周琦揪着哥哥的衣领怒吼着。爸爸妈妈连忙上前将人拉开，我一把冲上去，大声道：“明明就是他自己不会穿高跟鞋，所以自己坐在地上，凭什么怪我哥哥？你这个扫把星，你还好意思在我面前叫嚣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”周琦说完想要朝我甩巴掌，我下意识想要躲开，却被一个高大的身影拽住手臂。“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，敢来我家撒野，还想打我妹妹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狗东西，你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就想来我家闹事？我告诉你，你们一家都恶心至极。今天的事情，小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，我要不要让人都出来做个见证，让你这个公司老总丢脸丢到乡里去？”哥哥紧紧地抓住周琦的手臂不放开，不管爸爸怎么劝阻他都不放。“你有本事松开我，我们打一场，你还不配跟我打？我告诉你，立马给我滚蛋！再来闹事，我不介意新账旧账全部一并跟你算了。”周琦被哥哥一把甩出家门，整个人磕到外面电梯边。哥哥关上门后，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：“放心，不会再有人打你的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爸爸一脸疑惑。我们两个就把下午的事情说给爸妈听。妈妈听完后直呼哥哥威武，就得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。那件事情过后，葛丽看见我们的时候都跟我们绕开走，不想再一次出糗。后来爸妈准备换一辆新的电动车，因为现在的电动车还有防盗的功能，所以我们便去电动车铺逛逛。我一走进店里，心里就各种不舒服。“妈，我们还是走吧，这里不太好。”我妈看了我一眼，笑了笑：“青儿乖，等我们买完了再去对面买零食。放心，妈忘不了。”我此时此刻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跟爸妈说。只见爸爸要试车，我连忙上去阻止：“青儿，怎么了？爸，不然能不能一会再来？我现在很想去那边。就你猴急，走。”我妈有些无奈，但也只能依着我。我爸也跟在后面，没说什么。我们走到对面新开的零食店，应有尽有，我不禁看花眼。砰！突然，对面电动车铺发生一阵巨响，里面的人都吓得落荒而逃。下一秒，浓烟滚滚出现在我们面前，爸妈在一旁都看呆了。过了好一会，消防车也来了，火势蔓延了整个店铺。我看见老板在一旁嚎啕大哭。过了会，警察也来了，火势扑灭后，拉起了警戒线。这时，我爸颤颤巍巍地紧紧拉住我的手：“我的青儿啊，你又让我们躲过一劫。”我妈也激动地将我纳入怀中。尽管没有什么人员伤亡，但是面对无情的火灾，谁又能够保证没有万一呢？后来这件事被立案，电动车短路导致的火灾也被严查，直接查到了周琦公司。两夫妇被警察带走，公司还被警察上了封条。那天我走进小区，看见葛丽被警察带走的模样，她一脸愤怒地瞪着我，我却不以为然。时至今日，我已经不害怕她的眼神，也不害怕自己会被丢弃，更不会害怕还有谁会打我。后来爸爸兴高采烈地朝我们欢呼道：“青儿简直就是我们的福星！我听说跟周琦他们合作的那些人，现在正冲上周琦家要钱，然后周琦的钱被骗跑了，他自己耍滑头，
想要赚更多的差价，就去找了不是官方的东西来以假乱真。现在每一户也都出事了，正闹着退钱呢。这个就叫做恶有恶报，让他们平常亏心事做多了，现在好了，活该。我妈也觉得大快人心，不禁拍手叫好。当她说完，下意识看向我，有点不好意思。我有些不明白她这是怎么了，愣了下。怎么了，青儿？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对你不好，而且我们是把你当成亲闺女在养的，但是他们现在这样的下场，你心里会不会觉得恶人终有老天收？现在发生的事情不就是应验了这句话？我明白妈妈的意思，但是从他们不要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我跟他们毫无关系。妈、爸，我的爸爸妈妈只能是你们，是你们给我一个家，也是你们让我知道家的温暖。从你们第一次带我回来，我才知道家的含义是什么，不然我可能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漂泊，也不知道会不会饿死，更加不知道如果还在他们身边生活，我是否能够安然无恙，像现在这样安心上学。我遇见他们之后，逐渐明白很多事情，心里那段挥之不去的阴影也慢慢散开。我不用再担惊受怕，我也不用再继续挨饿受冻。我的生命是他们赋予的，而不是那2个人。后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被警察放出来的，可是接二连三，总有一帮要债的来跟周琦他们讨债。我爸妈不再碰科技化的东西，反而做起了饮食行业。虽然辛苦，但收入还是不错，开了一家小餐馆在小区隔壁。我每天放学就回去帮忙。这天，我按照往常一样回来后，看见一帮凶神恶煞的人坐在店里。我爸连忙让我回到厨房，可是我却被人拎住书包。你就是周琦的女儿，放开我女儿，放开我！谁是他女儿？我爸连忙将我护在身后，紧蹙眉：你们要干嘛？周琦欠你们钱，找他去。拽着我女儿干什么？他把她抵押给我们了，这是字据。他告诉我，你们只是养父养母，如果你们不同意，那就替他还钱。真是笑话，这孩子跟他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他们自己欠的钱关我们家什么事？我爸这回怒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我爸很少发脾气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他都认为以和为贵。今天他必须得跟老子走，他就是周琦的亲生女儿。男人说完，想要抓住我，但却被我爸一脚踹开。砰！一声巨响的动静，惹得左邻右舍的人都纷纷上前查看，就连小区的保安也跟着冲上前来。光天化日之下想要抢人，你们当我们是摆设呢？林哥，怎么回事？隔壁卖猪肉的叔叔提着大刀走进屋里。我爸将事情说了后，叔叔一脸怒气：不要脸的狗东西，今天我看谁敢动，我他妈的就砍死谁！我妈从后厨走出来，直接将我拉在身后：不要脸的狗东西！现在主意打在我女儿身上了。一行人见状有些懵，他们原本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，可是却招惹了这么多人来。行，给我等着，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善罢甘休。想走，现在可没那么容易了。我爸的话让在门口的人都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他直接拨通了警察的电话，小声说了2句，挂断电话。5分钟后，警车开到我们家餐馆门口。一行人见状想要跑，却被周遭的人纷纷摁住。敢在朗朗乾坤下买卖儿童，并且还这么嚣张，现在想要跑可没有那么容易。不光是你们，我会让那2夫妻跟你们一起进去。这帮凶神恶煞的人被警察带走，我们也跟着去警局做了笔录。警察查了我们当年的领养手续，皆为合法，而周琦跟葛丽活脱脱背上了遗弃罪。我们在警局做完笔录后，
看见周琦跟葛丽被铐上手铐走进警局。你他妈的小王八羔子！我当年应该弄死你，而不是让你跟我们对着干这么多年。葛丽看见我，直接上前揪着我的衣领，喷了我一脸口水。我爸急忙上前将我们拉开。你们为人父母，竟然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，这天底下我看找不到第二个你们这样的父母。幸好你们那年让我们收了这孩子，不然现在早就不知道被你们贩卖到哪里去了。你们跟人贩子有什么区别？父债子还，你懂个屁！现在已经不是父债子还的时代了，你最好让自己长点脑子。我爸直接对了他们两个。周琦跟葛丽依然是那副恨不得将我除之而后快的样子。他们明明还有一个女儿，可是却永远将我作为挡箭牌，真是搞笑。明明你才是我们的孩子，现在竟然认贼作父。如果这些年不是你们处处跟我们作对，我们公司会变成现在这样吗？你们自己的人在我们旗下店铺闹事情，这件事我们还没有跟你算，我们的事情你还想牵扯到一个孩子身上，你们到底要不要脸？我妈气急，不断地数落。我忽然想到哥哥那时候说的新账旧账是什么意思，原来这些年店里会出事，全都是他们夫妻两个在背后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既然你捅破这件事，那我还要继续报案。当年你让人潜进我们的电动车店铺，在我们的电动车上动了手脚，导致发生了一场事故。我本以为做生意以和为贵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没想到你们今天竟然要翻出这笔账。我爸说的铿锵有力，生怕自己说漏了一个字都是对他们的不尊重。你放屁！你那个店都关了几年了，你有证据吗？我没有证据，我怎么报案？我没有证据，我怎么知道有人在我们的电动车上做了手脚？我爸随后打开手机云盘，直接放在警察面前。你们如果需要证人，我还有联系方式。我爸的话彻底让周琦跟葛丽不敢再吭声。下一秒，葛丽直接踹了一脚周琦。他妈的，当初老娘就不应该听了你的话，关我什么事？你个臭三八！当年是你自己要丢掉这个扫把星，我说了留下，是你不要的。如果不是你自己在外面惹是生非，我们会拿不到官方的渠道去走水货。那也是你说他们家做得好，你不信这个邪。周琦跟葛丽两个人扭打一起，相互叫骂，推脱责任。我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观看。这时，我妈准备拉着我离开，我轻轻地挣脱开她的手，走到葛丽面前。我想说，谢谢你们不要我，让我认清楚，血缘关系只是一个说辞。今天更加让我明白，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被人喊一声爸爸妈妈，尤其是你们。我突然很可怜妹妹，因为她的爸妈不安分守己，让她在我这个年纪就没有了父母的照顾。不过没有你们的照顾，她可能才会更快乐。余生我们再不相见。我的爸妈只有林墨俊跟陈淼，而我叫林青。